2024年俄总统选举投票将在3月15号到17号举行。近日，普京竞选团队发布了以针叶林和熊为主题的竞选视频，同时引用了普京的发言称，熊绝不会把自己的森林交给任何人。这样一条竞选视频究竟有何深意？随着俄总统大选投票日益临近，俄乌冲突也迈入第3年。普京近期在多个场合频频高调表态，究竟在传递哪些信号？战场上的纷乱与战场外的博弈片刻未停，这场冲突究竟会走向何方呢？一起来洞察关键。Вспомнил наш наиболее узнаваемый символ медведя, который там 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тайгу.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будут всегда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посадить его на цепь. А как только удастся посадить на цепь, вырвут и зубы, и когти. Как только, не дай бог, э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тайгу будут сразу прибирать. Но тайги он свои никому не отдаст.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онятно. 1号，普京发表2023年国情咨文演讲，这也是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普京首次发表国情咨文。讲话稿由普京亲自撰写。当时，普京强调，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是不可能的。未来进一步加强陆军和海军建设，发展武装力量，必须让武装力量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达到同样的高质量水平。纵观过去1年俄军武装力量的发展，也似乎验证了普京此番承诺。数据显示，2023年，俄陆军接收新型现代化坦克1530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2518辆，在正常条件下需要5至8年时间开发和测试的武器，现在只需4至7个月即可实现批量生产。同时，俄罗斯海军在2023年接收了4艘现代化多用途潜艇，其中包括2艘核潜艇——亚历山大30号战略核潜艇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号多用途核潜艇。Сегодня до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вооружения и техники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ядерных силах уже достигла 95%, а морской составляющей ядерной триады почти 100%. 本月23号，普京在俄罗斯祖国宝贝者日上发表了讲话。他在演讲中强调，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加强3位一体核力量。核3位一体是指一个国家同时拥有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3种核武器打击方式的能力。通过这3种方式，无论是先发制人，还是作为对攻击的回应，都可以从陆地、海洋和空中发射核打击。俄罗斯是全球极少数拥有完整性核3位一体打击能力的国家。不仅如此，普京还指出，俄罗斯新型锆10高超音速导弹已开始批量生产。其他打击系统的测试正在完成。去年12月，俄新型战略潜艇已列装海军，4架图160M 战略轰炸机日前在喀山交付武装部队。俄常规部队也将努力全面换装现代化武器装备，下一步将研发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并在军事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就在近日，普京还亲自检验了图160M 战略轰炸机。在俄国防部长绍伊古陪同下，普京先是访问了喀山飞机制造厂，随后在2月22号亲自登上升级后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据报道，普京乘坐飞机在空中逗留了30分钟。他随后表示，这次飞行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Техника отличная, он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ов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Как я сказал командиру судна, сейчас еще раз скаж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принимать в состав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图160战略轰炸机的研发始于1975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轰炸机，可以携带核弹或者巡航导弹对敌进行远程攻击，是不折不扣的大杀器。不过，它的名字却很温柔，叫白天鹅。在当前俄乌冲突中，俄罗斯也在不断地动用图160战略轰炸机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起轰炸行动。图160战略轰炸机扮演起了巡航导弹载机的角色，向乌克兰境内目标投放 KH-101空射型巡航导弹，让乌克兰防空系统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这不是普京第一次乘坐图160白天鹅。2005年8月16号，普京就曾登上过此战机。19年后，普京乘坐图160M飞行。在当前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取得重大战果之时，给前线作战的俄军以勇气与信心的意图十分明显。半小时的空中逗留，更像是一场军事实力的展示，试图彰显俄罗斯的军事雄心。图160M 相比于美国的 B2呢，它的最大优势能够超声速飞行，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超声速战略轰炸机，就是一款航程大、载弹量大，再加上呢进行技术升级以后呢，航电系统有非常先进的战略轰炸机了，对俄罗斯来说就非常重要。那么普京在俄乌冲突2周年搭乘图160M 飞了一圈，一个是向外界的展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嘛，普京也借此给自己拉下选票，因为俄罗斯马上要进行总统大选了嘛，那借此呢向俄罗斯选民表示呢，自己身体很好嘛。更令外界关注的是，还有鄂尔松跟扎波罗热也划进去了，而且呢，南部军区在俄军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中呢，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军区。很显然，把它呢进一步扩大，也是呢在给南部军区呢进行任务加码嘛，对它呢寄予厚望，也显示出来俄罗斯以后会投入更大的精力的。在俄乌冲突迈入第3年之际，局势仍然焦灼。2月2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部队控制了阿夫杰耶夫卡方向的拉斯托奇金诺村。而在2月24号，乌方一名消息人士称，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了俄罗斯一家大型钢铁厂，工厂燃起大火。据俄方表示，遇袭的工厂是新利佩茨克冶金公司旗下的钢铁厂，位于距俄乌边界约400公里的利佩茨克市。值得一提的是，这家钢铁厂的产量约占俄罗斯钢铁产量的18%。此前一晚，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击落了一架俄军 A-50空中预警机。而当地时间2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俄罗斯军队正准备在5月底或夏季对乌克兰守军发起新的攻势。不过，乌克兰也正在酝酿新攻势。泽连斯基说，乌方现在有一个明确的反攻计划，与乌军领导层调整有关。为了防止情报再次泄露，会有多个备选方案，因此他无法披露细节。Чим менше людей знає плани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армії, тим швидше буде перемога. 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乌克兰去年反攻的行动计划在反攻开始前就摆在了克里姆林宫的桌子上。据法新社报道，这是泽连斯基第一次表示俄方提前获悉乌军反攻计划。他没有解释泄密原因，但不排除是乌军总参谋部或西方伙伴内部有人所为。当地时间23号，普京竞选团队发布以针叶林和熊为主题的竞选视频。我不知道这个视频，孙先生有没有看到啊？您从中能够解读到哪些信息点？可以说俄罗斯这样的一个竞选视频，它是用着极具俄式这个文化叙事的方式来向外界展示。第一层含义就是要向这个国内反对这个普京的这些团体以及这些这个相关的人士进行宣战。那另一方面，
俄罗斯在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认为有2层含义。现在我们都看到整个俄乌这个冲突，其实有一种这个趋势是向这个俄境内去延伸。那我们也看到莫斯科州也多次发生这种无人机这个袭击的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普京这个重新的设立这个莫斯科军区跟列宁格勒军区，他的一种想法其实要加强在这种特大城市周边的这样的一个防卫。那其实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去年这个瓦格纳部队，他这个进入到这个莫斯科这个附近的时候，那整个如果当时要有莫斯科这个军区的话，那就不会束手无策，也是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执政环境或者是保障这种大的这个居民点或者是行政区域做这个两手的准备。另外也是对于北约近期继续东扩做出相应的国内的一些准备。2024年乌军的这样的一个打法，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反攻到防御已经退到这个后方来。那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乌军可能从这种陆战转为海战，利用相关的无人机，包括信息战、特种作战部队对电子战，对于俄方的这个内部的纵深要地进行打击。2年前的2022年2月24号，俄乌冲突爆发当日，美国总统拜登向俄罗斯撂下美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的狠话。此后的2年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各个领域对俄实施了多轮制裁。据俄卫星通讯社2月22号根据公开数据统计，仅在过去2年，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15628项制裁，其中美国实施的制裁措施最多，高达3500项。然而2年过去了，俄罗斯经济在美西方密集的制裁下，却展现出了意外的韧性。反观西方，却陷入到由制裁助长的高通胀漩涡当中。挥舞制裁大棒究竟坑了谁？谁又从这场冲突当中赚得盆满钵满？拜登与普京隔空打口水战，又将如何影响美俄关系的走向呢？一起来洞察关键。当地时间2月21号，在旧金山参加一场政治筹款活动时，美国总统拜登语出惊人。虽然拜登抨击普京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作为美国总统，用脏话开骂另外一位大国首脑实属罕见。因此，有分析指出，拜登此番火力全开，尽管可能是为了募款而说出讨好金主的话，但仍然引发失言争议，让原本就降至冰点的美俄关系雪上加霜。第二天，当被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问及拜登这番粗鲁言论时，普京回应称，这些言论恰恰说明了为什么克里姆林宫认为拜登比特朗普更适合担任未来的美国总统。Я сказал, что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с любы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но я полагаю, что для нас, для России, Байден более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й президент. И судя по тому, что он сейчас сказал, я абсолютно прав. 此前2月14号，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曾表示，他宁愿81岁的拜登入主白宫，而不是77岁的特朗普，因为拜登是一位老派政治家，且比特朗普更可预测。И вы меня спросили, что для нас лучше. Вот я как тогда сказал, так и сейчас считаю, и могу повторить, Байден.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嘲讽称，拜登说这些话可能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拉风的好莱坞牛仔，但老实讲，他失败了。Когда-нибудь господин Путин использовал хоть одно хамское слово в ваш адрес?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никогда. Поэтому думаю, что эта подобная лексика, наверное, просто унижает саму Америку. 有分析指，普京与其他俄罗斯高官的不同回应，就像一套组合拳，目的就是为普京立人设。事实上，这不是拜登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炮轰普京。2021年，拜登在一次公开讲话时，突然痛批普京是一个杀手，引起轩然大波。此外，他还经常将俄领导人称为屠夫或战犯，并表示其无法继续掌权。You know Vladimir Putin. You think he's a killer? I do. So what price must he pay? The price he's going to pay, well, you'll see shortly. 面对普京被美国总统称为杀手，当时俄罗斯第一时间召回了驻美大使。
但当全世界都在等着普京如何回应杀手的骂名时，他只是表示：“我该怎么回应他呢？那我祝他身体健康吧。” Будьте здоровы. Я желаю ему здоровья. Говорю это без иронии, без шутки. 这个拜登啊，现在恐怕也是绞尽脑汁，充分的利用机会来表现，来讨好这个选民。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这个美国的选民啊，都是比较支持美国对俄罗斯要强硬要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就现在是表现的越坚决、越彻底，那他就是越好。第二呢，就是美国的盟国，像德国、法国、英国那些领导人，最近都表现得很节俭、很活跃，说的话都是很激进的。所以呢，我想，拜登呢，他也想表示一下，他也是跟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要坚决来支持这个乌克兰。实际上，拜登的这个。和24架 F-35战机，波兰则计划购买多架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的 MQ-9无人机。其他一些东欧国家打算采购美制毒刺防空导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这些国家采购武器装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填补军援乌克兰后产生的缺口，并为更大规模的冲突做准备。2月20号，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题为“俄乌冲突何以利好美国经济”的文章，指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2年时间里，美国国防工业的订单大增。五角大楼不仅从国防制造商购买新设备，还会补充因援乌而消耗的军事库存。数据显示，在美国950亿美元的追加国防预算案中，有607亿美元被指定用于乌克兰，其中多达64%实际上将回流到美国国防工业。最近拜登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大爆粗口，让国际舆论大为哗然。美国国内有人给他这个说好话，说你们只听到他爆粗口，但是没有联系到他前后文的这个讲话。为什么气急败坏呢？是因为他不得不担心这个俄罗斯会发起新的核冲突。那这个是不是关键？其实只是他给自己。
这个能力的话呢，其实是有区别的。对。那么从这个俄方来看的话呢，就是俄方在面对这个美西方的制裁上，它的这个可替代方案其实是有的。比如说，面对着资金的这个制裁，那么我可以不从这个美西。上会沿着现在这条路走得更远。那如果是共和党的候选人胜选，那按照现在共和党的候选人对俄政策的一个态度的话，那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因为在现在政治极化，包括对俄政策的一个政治正确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主要就是一个批评。那么就意味着在选举的过程当中，美俄关系可能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还会更差。实际上，从去年以来呢，俄朝便加速的互动，包括领导人之间的交流、高层外交领域的交流，包括党际交流，还包括之前提到的这个活动。为什么俄朝之间如此频繁的接触？因为俄罗斯和朝鲜作为近几年在国际社会当中相对孤立的两个国家，他们实际上是有一个现实的需求，通过彼此的接近来突破自己在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外交孤立。所以在俄罗斯的地位发生变化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政策的调整，有一个政策变化，那么很快就会得到了来自朝鲜的一个积极回应。那可以说是双方一拍即合，所以在方方面面就有了很多的一个互动。2月20号到21号，朝鲜代表团到俄罗斯参加了首届数字主权作为长期国际合作基础欧亚 IT 论坛。那俄罗斯举办这个论坛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在信息技术、信息产业这一方面，双方的实力如何？有着怎样的合作空间？网络空间呢是继这个陆海空天之后的第5疆域。随着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这个网络应用的这个领域的增多，大国对网络空间的这个关注呢是在增强的。那么大国之间的这种博弈也在日趋激烈。在这个信息技术当中呢，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呢，它也具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优势。俄罗斯成立这个欧亚 IT 论坛，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设置网络议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朝鲜呢，它看重的是自己在网络空间当中的权利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数字主权和使用这个网络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其实早在今年1月的时候，俄罗斯方面就表示，俄罗斯将在所有领域与朝鲜发展关系，包括在敏感领域。那么在信息技术、信息产业这一方面，是否也包含着敏感领域？
除了刚才讲的从主权啊、治理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包括现在在信息技术的一些尖端领域，比如说像一些数字货币问题啊，包括像一些这种安全防范问题啊，包括情报问题等等，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而且的话，如果我们讲信息产业的话，那么在一些这种基础的我们说的硬的一个制造业上，比如说芯片这个集成电路一些，虽然可能有一些不是特别尖端的，甚至是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成熟的这样的一些产业，但是在俄乌冲突这个背景之下，在现代武器高度的依赖这样的一些元器件的一个背景之下，它就成为一个敏感领域和关键领域。根据朝鲜媒体报道，2月18号，朝方从俄方收到了普京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赠送的俄产专用轿车。普京向金正恩赠送这个金色俄罗斯，对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普京赠送汽车，代表着双方在去年2023年合作以来取得了令两国领导人均为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希望在这个2024年两国能够继续的合作，并深化相关的合作。赠礼外交，也体现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那我们看以前的这个历史，俄朝两国领导人是互赠礼物的这个习俗是一直保留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赠送的这个金色俄罗斯的这个汽车，更能够想表达出来俄罗斯当前的工业制造能力，以及希望这个后期与朝鲜全面合作当中，不仅仅是现在粮食这种大宗商品之间的合作，可能更多的有一种抛出一个我们要在这种工业领域包括一些敏感领域进行这种全面的对接和合作。在1月15号的时候，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对外表示，普京总统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访问朝鲜。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放风已经1个多月过去了，目前俄罗斯方面还没有普京访问朝鲜的时间表，您怎么来看？他肯定是在这次总统大选完成之后，那么可能才会有这样的一次出访。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次出访的话呢，很可能就会成为新当选总统之后那比较早的一次出访。那么，这也意味着俄朝之间的关系也是在俄罗斯的外交体系和外交框架当中，它被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孙老师，我们注意到，目前呢，在东北亚的方向，朝鲜可以说受到美日韩的这种军事压力非常的大。那么，一旦普京如果能够访问朝鲜的话，会对东北亚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俄罗斯所提出来一个转向东方，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这种转向东方，其实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地缘政治转向东方。那东方其中就包括了东北亚的局势。那么当前朝鲜半岛这样一种紧张的局势，已经和前几年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已经上升到了另外的一个高度。那么对于朝鲜来说，急需一个外部的力量能够帮助其在朝鲜半岛来扩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俄罗斯如果近期访问了朝鲜以后，那么在这个东北亚的这个战略威慑方面，形成与美日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或者说小的对。2024年俄乌冲突进入第3个年头，俄乌双方的攻防也发生了变化。2024年即将迎来美国大选和俄罗斯大选，各位如何来预判2024年俄乌冲突局势的变化呢？决定俄乌局势2024年的走向，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看俄美关系的走向。那么俄美两国在2024年都要进行总统大选。那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总统大选之后，那普京在外交的政策上会采取一些更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模式，但是俄乌局势在2024年想瞬间的停止相关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是比较渺小的。2024年俄乌冲突的这个和平曙光我们目前来说的话还没有看到。普京他对于俄乌冲突通过谈判然后来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其实是一直是存在的。换句话说呢，俄乌冲突在2024年，然后呢，通过这个和谈来解决的机会窗口是存在的。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对于各方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